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总有朋友希望我聊聊中子星和黑洞，我想既然要聊中子星和黑洞，不如索性和白矮星一起聊。白矮星、中子星、黑洞是不同质量的恒星的归宿。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恒星的归宿。让我们先从我们的太阳的归宿白矮星开始。白矮星是质量在 0.1 到10倍太阳质量之间恒星在生命末期形成的一种天体，也是我们的太阳的归宿。我们都知道，太阳在恒星的分类上属于黄矮星，或者说是 G 型恒星。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红色方块里表示的就是 G 型恒星。小说《三体》里半人马座阿尔法双星中的 A 星比太阳略大，属于的是 F 型恒星。B 星和太阳一样，也属于 G 型恒星。比邻星则属于绿色方块所表示的 M 型恒星。另外，我在节目里曾经提到过的巴纳德星，也就是那个除了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之外，距离地球第4近的恒星，也属于 M 型恒星。太阳其实就是一个大氢气球，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质量是地球的33万倍。巨大的质量带来的是巨大的引力，因此在太阳的内核处，由于引力的作用，压力和温度都非常高。在这种高温高压的环境条件下，使得构成太阳的氢原子就发生了核聚变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可以简单的描述成2个氢原子聚变成一个重氢原子，重氢原子再和氢原子聚变成氦3原子。这些聚变过程会释放巨大的能量，这就是太阳不断的发光发热的原因。但是大约50亿年以后，当太阳内核的氢原子消耗殆尽的时候，内核的主要成分就会变成氦，此时内核的核聚变反应也会大为减弱，相应的产生的热也会大幅减少。太阳的内核就会因为产生的热不足以抵消引力的作用而发生收缩，收缩的内核又会导致原来处于太阳外层的氢向内部流动，来填补因为内核收缩而空出来的空间。从外层进入内部的氢会再次发生核聚变反应，新的核聚变反应会释放出更多的能量，导致太阳比原来亮1000到10000倍，并且体积迅速的膨胀。当体积膨胀的程度超过发光能力增加的程度的时候，太阳的表面的温度就会降低。此时从远处看去，太阳发出的是红色的光芒，黄矮星太阳就变成了红巨星太阳。红巨星太阳的半径能达到原来太阳半径的200倍，它的外层将吞没金星的轨道，甚至达到地球的轨道。此时在红巨星太阳的内核，外层的核聚变会加强对内核的压力，于是内核的氦3也开始发生核聚变反应了。然后氦还会聚变成铍，铍和氦还会聚变成碳，碳和氦又会聚变成氧。以太阳的质量，最多能把氢经过一系列的聚变反应，最终形成氧。当太阳的内核完全聚变成碳和氧的时候，内核的核聚变反应就停止了。这时候红巨星太阳的外层就会脱落，形成行星状星云，它的内核就会变成一颗白矮星。这种白矮星也被称为碳氧白矮星。对于那些小质量的恒星，比如比邻星，它们的质量就不足以使氦发生核聚变，它们形成的白矮星就只能是氦白矮星了。对于那些质量在8到1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它们则可以把碳聚变成氖，形成氧氖白矮星。由于白矮星的内核不再进行核聚变反应，不能通过核聚变反应产生出的热来抵抗引力，只能依靠电子简并力来维持其外形。这就导致白矮星拥有非常高的密度，每立方厘米的白矮星物质的质量能达到1吨到数吨。通常变成白矮星之后，恒星的体积会和一颗行星差不多。不过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最后的白矮星的质量并不是原来恒星的质量，由于外层的脱落，白矮星的质量会比原来的恒星小不少。白矮星在形成之初仍然十分炙热，但由于没有后续的能量来源，它会因为不断的能量辐射
而逐渐冷却，最终变成冰冷冷的黑矮星。不过，白矮星变成黑矮星所要经历的时间，可能比当前138亿年的宇宙年龄还要长，所以天文学家认为，目前还没有黑矮星存在。现存最古老的白矮星仍然在以几千开尔文的温度在向外持续辐射着能量，或者说它依然是一颗红色的白矮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太阳的归宿是白矮星，而不说是黑矮星。对于大家来说，最为大家所知的白矮星可能就是天狼星。天狼星是全天最亮的恒星，它和太阳的距离仅有 8.6 光年。它其实是一个双星系统，天狼星 A 是主星，它是一颗 A 型恒星，质量是太阳的2倍。围绕着天狼星 A 还有一颗已经变成白矮星的天狼星 B， 也就是屏幕上箭头所指的那个小点。它目前的质量是太阳的 98%。天狼星双星系统形成于大约2到3亿年前，那时候的天狼星 B 质量是太阳的5倍，在那时它才是这个双星系统的主星。但是恒星就是这样，质量越大，寿命越短。就在天狼星双星系统形成后不久，质量更大的 B 星就变成了红巨星，接着在大约1亿2千万年前，红巨星 B 变成了白矮星 B， 原来的主星地位也就只能让位于 A 星了。现在 B 星在一个距离 A 星大约20个天文单位的轨道上绕 A 星运行，但10亿年后 A 星也会变成红巨星，那时 A 星的外层可能就会包围 B 星。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 A 星可能就会和 B 星合体。如果 A 星真的能和 B 星合体，它俩的合成质量就有可能超过钱德拉塞卡极限，也就是 1.4 倍的太阳质量。这时候两星内部的碳就可能会发生剧烈的核聚变反应，从而形成 1A 型超新星爆发。这个剧烈的核聚变反应的过程也被称为碳闪。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正是出于对临近恒星演变成超新星的担心，天文学家密切地关注距离太阳100光年以内的所有恒星，随时注意它们是否有可能演变成超新星。前面介绍的是质量在太阳质量10倍以下的恒星的归宿。当恒星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10到30倍的时候，它的归宿就不再是白矮星了，而很可能是中子星。在一般情况下，中子星是超新星爆发的产物，而根据形成过程的不同，超新星又可以分为 1A 型、1B 型、1C 型和2型超新星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最常见的超新星是2型超新星。2型超新星也被称为核坍缩型超新星，是大质量的恒星由于内部坍缩引发剧烈的爆炸的结果。我在前面介绍白矮星的时候曾经提到，当恒星内核的氢耗尽后就开始收缩，此时内核的核聚变就暂时停止了。实际上这只是针对于质量小于1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而当恒星的质量大于10倍太阳质量的时候，它内核的核聚变就会继续进行，从而生成越来越重的元素。最终在这些恒星的核心区域就会形成一个主要由铁和镍组成的核心，这个核心区域就被称为铁核。当铁核的质量达到钱德拉塞卡极限的时候，这个核心就会发生坍缩。铁核坍缩的过程会非常的短暂，只有1%秒，而释放出的能量将推动恒星的外层迅速膨胀，形成爆炸。这就是2型超新星爆发。2型超新星在爆发的时候所发出的光将会超过整个星系所发出的光。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曾经有过一次2型超新星爆发，那个时间正好处于中国的宋朝时期，天文文献明确地记载了这次超新星爆发。对于发生2型超新星爆发的恒星来说，在爆发前，恒星的主要外层物质还是氢和氦，因此爆发所形成的谱线中会有大量的氢谱线和氦谱线。但对于1B 型超新星和1C 型超新星来说，
在爆发前，它们就已经失去了氢和氦的外壳，因而在它们爆发的谱线中，氢和氦的谱线就很少。至于 1A 型超新星，它们的形成过程就需要涉及到一个特殊的双星系统。在这个双星系统中，一颗是白矮星，白矮星会因为引力的作用不断地吸积另一颗恒星的物质，随着物质不断地从另一颗恒星流向白矮星，白矮星的质量会逐渐增加。当白矮星的质量达到钱德拉塞卡极限的时候，白矮星内部的压力无法抵抗引力，从而导致白矮星内部的碳和氧发生快速的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种能量释放使得白矮星的亮度急剧上升，就形成了 1A 型超新星爆发。我前面提到的天狼星 A 和 B 正好符合这个情况。目前作为主星的 A 星质量大约是2倍的太阳质量，而作为伴星的 B 星是白矮星，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 98%。目前 B 星虽然是在距离 A 星20个天文单位的轨道上运行，但当 A 星达到生命末期变成红巨星的时候，体积会迅速膨胀，此时 B 星就有可能通过先吸积 A 星膨胀出来的外围物质来增加自己的质量。随着 B 星的质量增大，引力也在不断的增大，最后 B 星就有可能把 A 星完全吸积过来，形成合体星。此时合体星的质量就将达到钱德拉塞卡极限，从而引发 1A 型超新星爆发。当超新星爆发后，剩余的核心质量小于 3.2 倍太阳质量的时候，这个核心就会变成一颗中子星。这个 3.2 倍太阳质量也被称为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如果剩余核心的质量大于了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这个核心就会变成黑洞。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中子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之所以会有中子星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子星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密度大。中子星的密度之大达到了原子核的密度。中子星的质量在 1.44 到 3.2 倍太阳质量之间，而直径呢只有10到20公里。而且白矮星、中子星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质量越大，体积越小。因而中子星的密度极其大，在中子星上每立方厘米的物质的质量可以达到8000万到20亿吨。我前面提到过，白矮星是依靠电子简并力维持其外形的，但中子星的引力远大于白矮星，电子简并力无法抵抗这么大的引力，电子会被压入原子核，因此中子星的内核其实就是一个个紧密排列的中子。在中子星的诸多特点中，除了密度高，另一个特点就是自旋快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体育比赛中花样滑冰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花样滑冰中，运动员在冰面上自转，当身体展开的时候，自转的速度就比较慢，而当身体收拢的时候，自转的速度就会加快。身体越是收拢，这个自转的速度就会越快。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角动量守恒。角动量守恒不仅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微观至量子世界，宏观至整个宇宙，角动量守恒都是有效的。缓慢自转的巨大恒星变成了小小的中子星，自转速度就会变得非常快。中子星的自转速度能够达到每秒几百甚至几千转。中子星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强大的磁场。中子星的磁场强度大约是地球磁场强度的1000万亿倍，这样的磁场强度甚至能在离地球20万公里的距离上，把地球上所有像信用卡那样的磁卡都给消磁。中子星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磁场呢？总的来讲，中子星是由于恒星塌陷而造成的，这个过程不可能完全均匀。实际上，作为一个球体，中子星也是分层的，越是靠近中子星的核心，中子就越多，对称性也就越好。但越是靠近中子星的外层，压力就越小，因而在中子星的外壳有大量的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在高速自转的条件下就会形成磁场。
中子星带有强大磁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磁通量守恒。中子星是由恒星塌陷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恒星的磁通量就会被保留下来。由于恒星在塌陷的过程中体积大幅度的减小，根据磁通量守恒的原理，磁场强度就会大幅的增加。以上这两条就是中子星拥有强大磁场的主要原因。另外，如果中子星的磁轴像地球一样没有和自转轴重合，此时如果我们在地球上观察中子星，就会发现中子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脉冲星。脉冲星会周期性的向外散发出强烈的电磁辐射，就像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那样。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脉冲星都是中子星。最新的研究表明，有些质量接近中子星的白矮星，如果其他条件符合脉冲星的条件，也能够成为脉冲星。天鹅座 AR 就是现在已知唯一的一颗白矮星脉冲星，它的脉冲周期是 118.2 秒，它也是目前已知的脉冲星中脉冲周期最长的。本来在传统的量子力学基础上，中子星之后就应该是黑洞了，但是随着量子力学的进步，现在天文学家在中子星和黑洞之间又提出了夸克星、孤子星，甚至是玻色子星。不过受到篇幅的限制，我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向大家介绍了。另外，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关于恒星归宿的话题，咱们也暂时先聊到这里。在下期节目里，我将向大家介绍宇宙里最神奇的天体——黑洞。欢迎您继续观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不知道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对恒星的归宿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